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丹提。现在我人在小樽的驻金，正在准备回巨站的路上。想想似乎很久没有开车兜风了，就让我们稍微绕个远路，来看看北海道西海岸的夕阳吧。嘿，一趟好的兜风旅程，一定不能让自己饿着。既然都在小樽了，我们就来买点咸的小点心，带在车上吃吧。这间位于小樽的卡麦是历史悠久的鱼板贩卖店，店内有着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鱼板制品，是小樽著名的伴手礼之一。不过，也因为它的名气，之前假日来访的时候都是大排长龙，不知道为何人多就消减了我进去逛的欲望。这次难得在平日造访小樽，人潮看起来还算可以啦，那就让我来尝尝这间总是错过的鱼板名店吧。イカボール2つ。今小松見てないです。はい、大丈夫です。あと自家チーズと豆腐天ジャあとこの菜の花的。不会啦，因为我们晚餐呢。啊，以上です。はい。哎呀，你在上路之前呢，现在好好刻一下卡玛耶。哦，里面就是火腿跟一点点 cheese， 然后还有鱼板。哎 ，GoPro 没办法近拍，近拍根本就对不到焦。这个好吃哎，这个花枝丸好吃，你看它的。我刚刚吃的那个没那么大的花枝哎。连吃花枝丸都讲究运气。好，那我们就吃一吃，继续上路吧。吃饱喝足，上路之前，大家应该都知道我最近有了新玩具 Insta360 One X2 吧。这次刚好也可以拿来测试一下，用它来拍摄东风影片，看看可以呈现出什么样的效果。今天的路线，因为突然想要看看初春时的鸡蛋，所以我们打算在回家的路上稍微绕点远路。首先，我们会由国道5号从小樽前往鱼市，这是一条繁忙的交通要道，但一路上可以看到偶尔露脸的海景，疗愈一下。而到达鱼市之后呢，我们会绕到国道229号前进鸡蛋方向，中间再晃去岛武一海岸，来看看它融雪了没。之后一路绕行鸡蛋半岛，观赏北海道西海岸的夕阳风景。最后在到达岩内之后，接入国道276号，再回到巨之安。这条由小樽鱼市再绕行鸡蛋半岛的路线，沿路有吃有玩，又可以践行减轻美食的罪恶感，算是条很不错的自驾兜风路线。吃了刚刚的鱼板啊，本来不饿的我们反倒是饿了起来。既然这条道路沿路都是海港，来碗新鲜的海鲜冻，绝对是再正常不过的选择了吧。鱼丝的味道。
我要那个1330的海鲜冻。吃过划算又新鲜的海鲜冻，既然已经身处鱼市道路休息站附近的鱼市尼卡威士忌酒厂，一定是必访的景点之一。在 Sapporo Tsukino 看到的那颗巨大人头，它的本据点就在这里啦。它的卖店内商品不少，不喝酒的人也可以尝尝鱼市的另一个名物——苹果汁。另外，酒厂有提供威士忌以及苹果汁的侍饮，这种服务对于开车兜风的驾驶来说，真的不是很友善啊！我在这边一定要给予非常严厉的谴责。威士忌和苹果汁的等级是一样的吗？这边上去就是它的试饮会场。不过它现在可能是因为 Corona 的关系，它现在改成完全预约制。来查一下怎么预约。也许酒厂听到各位驾驶人的心声了吧？现在试饮不但要提前1天预约，还必须要跟他的工厂参观，一起预约才行。喝酒前强制逼大家吸收知识，同样都是喝不到，但这种结果在心情上还是有点复杂的啦。本来还想带大家看看试饮的内容，看来就只能残念了。未来大家如果来到这边想要试饮的话，可能要提前上官网看看，以免项羽哦。离开鱼市与国道5号，我们沿着国道229号继续往基丹半岛前进。不知初春的岛武义海岸是否也能呈现如同夏季一般的基丹蓝风采呢？老实说，在春季的北海道，没有夏季的缤纷、秋季的壮丽与冬季的纯净，有的都是路上正在慢慢融化、充满脏污的黑雪。除了春末短暂绽放的些许樱花之外，北海道的这个季节给我的印象真的是黑黑脏脏的。再搭上温差大、融雪时的湿气，以及时不时发生的春季狂风，我还真的不是太推荐大家的第一次北海道旅程就选在初春的时候呢。所以，如果未来大家想要规划这个季节来到北海道旅行，我的个人建议，还是要好好斟酌一下啦。我们现在来到了日本海岸百选岛武义海岸，但这边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时节能不能进去哦。它必须要从这边有一个隧道走过去。看起来是没有积雪应该是可以的。地板一些烂泥巴。哎呦，这水有点深所以大家如果在融雪期的时候来到这里的话，鞋子可能要穿个防水的。穿过小小黑暗的隧道，让眼睛缓缓适应眼前的光线。岛武义海岸
还是同样的壮阔。这个被两旁海峡簇拥、海中孤石林立的绝景海岸，丝毫不会被春季黑雪影响它的美丽。而今日狂风长浪，虽然让鸡蛋蓝的色调看起来没有那么的明显，但蓝色的海浪打在岩石上泛起的白色浪花绵延不绝。比起海面平静的世界，似乎多了一分具有冲击性的壮阔感。这种与之前不同的新鲜感，也是一种重复造访同一景点的醍醐味吧。离开小樽渔市，其实也意味着慢慢远离热闹的观光人潮。前往鸡蛋半岛的这条路线，在夏季火海胆解禁以及水上活动开放以外的季节，真的可以说是乏人问津。但这条海岸公路，就算放眼全北海道我所走过的海岸路线，在风景上也是可以排进前段班了。同样是一侧山，另一侧海的视野配置，但不知是否是道路修建的位置影响，总觉得这条路线离海的距离似乎又更近了一点。当风强浪大的时候，开在路上便能感受到打上来的浪花与阵阵的水汽，临场感十足。且如果是在黄昏时刻由鸡蛋往岩内的方向行驶，会发现夕阳就在你的正前方。当天空染成魔幻的颜色，伴着海峡、海浪，如果没有打上的水汽弄脏你的车窗，应该就会是一幅最完美的构图了吧。这边这个休息站呢，是够咖啡的。之前呢，它里面呢会卖烤干贝，就是烤好的扇贝，然后我记得一个还蛮便宜的。我们一起过去，但路上呢基本上都会来这边买。但是从 Corona 这个疫情开始之后啊，我就没有看过这个休息站开过。错的。不过他现在是写有9点到5点，哇，现在好像是可以进去的，但我们今天来的时间呢非常可惜，已经有点晚了，超过5点了，所以它已经关门了，我们就吃不到那个烤扇贝了。鸡鸡梅花鹿熊通通都戴着口罩，然后这边门口还有一个诡异的人，对，他也戴着口罩。哇，这个位置呢，看夕阳也是非常漂亮的。离开到达岩内前唯一的道路休息站，夕阳也越来越红的缓慢坠入海平面。我们这趟绕路兜风之行也慢慢的接近尾声。
我觉得在北海道自驾旅行，真的不用总照着安排好的行程走。在道路休息站中发现的手册，上厕所时所看到的一张照片，用餐时不经意瞥到的旅游杂志，都能够作为开启一段额外旅程的起点，且通常都不太会让人失望。就算偶有残念之处，也是能作为一段意外的回忆与下次再来的动力。不过，因为北海道四季分明，自驾过程中许多额外的元素都非常容易会受到季节性的影响。比如说，今天走的基丹海岸路线，我觉得最适合走的季节就是夏天，最佳火海胆尝鲜、神威甲践行、沙滩上的野营与风平浪静的基丹兰之后，绝对能让这段旅程再丰富不少。所以，如果不想留下太多遗憾，在大方向的思考上，一定要加入对于季节性的衡量。另外，在初春、秋末与隆冬之际，北海道的道路规制与路况情形也是需要特别的注意。毕竟景点残念事小，平平安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。好啦，以上唠叨了一些自驾建议。可能是因为冬天结束了，又可以开着车到处乱跑，太兴奋了吧？不过天黑了。还是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，相信今年应该能够在北海道的更多地方与大家相会的。我是丹提，我们就下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丹提频道开启会员了，只要点选订阅旁边的加入按钮，就能够看到所有的会员福利。当然，这个福利是会有变动的，不过不用担心只会变多不会变少。所以你如果喜欢这个频道，想要给我一点支持的话，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，请单提每个月喝杯咖啡吧。